大家好，我是吴一。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三观。首先问大家三个问题：你认同有效市场假说吗？你相信随机漫步理论吗？你认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和索罗斯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虽然索罗斯说的也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了解他的思想可以拓宽你的认知维度。如果你是做趋势交易的，索罗斯也是你必须要了解的人之一。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就连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爱因斯坦，也在不断的被量子力学啪啪打脸，而量子力学也绝对不是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今天我将尝试用3个关键词带你走进索罗斯的投资哲学。第一个关键词叫金融炼金术，这是索罗斯一本书的名字，这可能也是索罗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书。之所以用这个书名做关键词，是因为这个书名已经包含了索罗斯大量的观点。我们知道，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炼金术是骗人的，因为黄铜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变成黄金的，至少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做不到。就算真的做到了，投入和产出比也一定不在一个量级上。可在金融市场上，炼金术式的戏码却经常发生，垃圾经常会被炒成黄金，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然而经济学家们却选择了刻意回避这个区别，他们想要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和经济学科，妄想用几个公式和一堆简化了的参数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努力完全是建立在错误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经常会发现，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大都是不准的，甚至经常和现实是大相径庭的。即便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理方式都是非常严谨的，但如果推理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假设下的，那么即便你的推理再严谨，又有什么用呢？就好像如果有个人告诉你他有一个完美的理论，可以精确的预测地震的发生，但前提是地球是方的，那么这个理论你还有必要继续看下去吗？索罗斯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抨击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他认为，对于自然学科的盲从和模仿已经将经济学理论引入了歧途。在他们寻找普遍有效的通则时，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无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并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上建立了一个优美的公理体系。这些被当作完美体系基石的假设，包含了完美的信息、单一的产品、大量从事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参与者，并且还没有交易成本。这种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讨论，是基于参与者都根据合理预期来做决定的假设的，而这些假设都不适用于现实世界。建立在这些不牢靠的基础之上的大厦是极为脆弱的，广义的平衡只有在最优条件及所有假设都成立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就算只是削减极少数的假设，这座大厦都会崩塌。只有部分参与者按照合理预期来行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全部照做，否则他们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索罗斯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度痴迷于均衡观念，然而平衡不可能达成，因为试图达到平衡的尝试都会让目标改变。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多似是而非，他们对场内交易者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在这么多年的金融实践中，索罗斯并未发现有任何的均衡点，因此他认为对均衡概念的最高评价也不过是毫无用处。如果挑剔一点，应该说他根本就是误人之见。无论选择多大的时间跨度作为观察周期，经验证据均表现出固执的价格涨跌，同时被假定为反映在股票价格上的基本面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基本面的变化之间难以建立起任何稳定的相关关系，勉强建立起来的无论何种关系都是人为的而非观察的结果。最后这句话可能有点拗口，我简单翻译一下，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总说价值决定价格，难道价格对价值就没有影响吗？一个公司的经营状况难道真的完全不受股价的影响吗？股票价格可以影响一家公司的地位，更微妙的方式还有信用评级、消费者接受程度、管理者信誉等等，这些因素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得到场内人士的充分承认。但奇怪的是，股票价格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却被基本面分析所忽略。简单的说就是，确定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价值是动态的，而且是主观的。同时价格也不是价值的被动反应，价格是内在价值的一部分，会对价值产生直接影响。那么既然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那么正确的假设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里我要提出我的第2个关键词，量子。大家都知道索罗斯有个基金叫量子基金，我觉得量子这个概念真的是太好了。起初我是完全无法理解量子的概念的，因为量子力学听起来也太像玄学了，太反常识了，就连爱因斯坦都说上帝不会掷骰子。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被证实，我们会震惊地发现，我们曾经觉得那个完全不可能的，或许才是真实的世界。量子力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叫薛定谔的猫。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觉得匪夷所思，猫会不会毒死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观察它，如果不观察它，它就永远不会死，这不是玄学吗？这完全是颠覆我的认知的。客观事件是否发生取决于它有没有被观察。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是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的。可是如果你一旦接受了量子力学，你会发现你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当然这不是一期科普视频，我会尽量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几个概念。量子力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叠加态。比如这一只薛定谔的猫，在它被观察到之前，它一直处于又死又活的叠加态，它是死是活的状态在被观察到的那一刻坍塌成了一个确定值。又比如量子世界中人的性别是处于又男又女的叠加态的，只有当它被观察到时，你才知道它到底是男是女。但是这个性别不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你下一次再观察它时，你仍然不知道它是男是女。我们再举个例子，假设班里有10个同学，你问他们女生有几个，结果有2个人举手，然后你再问剩下的8个人认识无一的有几个，于是又有1个人举手了。如果我们按照宏观的概率去理解，这10个人中认识无一的至少有1个，最多有3个。但是如果这10个人处于量子世界中，如果你再问他们一遍有几个人认识无一，可能会有5个人同时举手。这是因为他们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而且他们是相互影响的。这么说你可能会有点迷惑，我们换种说法，假设我们这次问的不是性别，我们问这10个人的问题是他们对股市多空的看法。每个人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其实都是处于既看空又看多的叠加态的，而当他们确定答案的那一刻，他们的多空决定才坍塌成了一个确定值。但如果你再问他们一遍，他们的答案可能又都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量子力学，是不是感觉更容易理解了一些？这也是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最大的差别之一，也是量子力学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之一。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观点一直处于叠加态是可以理解的，难道微观世界的量子也像人一样可以思考吗？关于这个问题，科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我们的观察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科学家们的观察仪器其实使用到了微观粒子，这些微观粒子对于宏观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当我们观察微观世界时，这些微观粒子会对我们观察的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被观察者同时被观察者影响时，被观察者的状态是没有办法被确定下来的。这是不是跟我们的金融市场很像？所有参与市场的人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我们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市场，市场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这就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不可预测性。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家们如果想要模仿自然学科，他们不应该借鉴经典物理，而应该参考量子物理。所以我选择量子作为我的第2个关键词，因为我觉得在经济领域，这是一个更准确的前提假设。股市中有一个理论叫冰山理论，说股市之所以无法被预测，是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永远只是冰山一角。但如果我们以量子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冰山理论也是错的。这跟爱因斯坦被打脸的原因是一样的。爱因斯坦认为，我们之所以无法准确地预测量子的状态，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隐变量。隐变量说白了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变量。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的状态并不是不可以被预测，我们之所以还不能预测，是因为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变量。但是现代科学已经用事实证明了，根本没有所谓的隐变量，量子的状态依然无法被预测。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类比到股市中，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对关于股市的一切信息了如指掌，我们也依然无法预测股市，因为根本不存在静态的均衡状态，一切都处在不断变化的叠加态中。那既然无法预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是不是就变相的证明了随机漫步理论的正确性呢？很遗憾，索罗斯认为随机漫步理论也是很荒谬的。巴菲特其实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们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随机漫步真的成立，那么他们长期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率将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是随机漫步，趋势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为随机分布的数据要想形成如此频繁的涨跌序列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其实随机漫步理论的支持者偷换了一个概念，他们把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换成了未来是无序随机的。如果我们继续沿着量子的思路往下思考，你会发现虽然量子的每次的观测状态是无法被预测的，但是多次观测的结果是存在统计学意义的。也就是说，虽然单次测量完全随机，但是多次测量以后，每种状态出现的概率趋近于固定值。也就是说，上帝真的是在掷骰子。如果我们再延伸到金融市场，虽然每个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人们的行为是有规律的，人是有人性的。趋势之所以产生，也是因为大多数人在面对特定事件时会产生趋同性行为。这里就要引出我的第3个关键词，反身性。反身性是索罗斯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如果你看懂了我前面的内容，对反身性的理解应该就是水到渠成的了。说简单点，就是 A 会影响 B，B 反过来又会影响 A，A 变了又会反过来影响 B， 就这样循环往复。索罗斯就是利用反身性的理论进行投资的。他在书中举了一个集团企业的例子，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股票市场中出现了一波集团企业热潮，索罗斯就是利用反身性在这一波的上涨和下跌中都赚到了大钱。集团企业热的关键起因在于投资者对公司企业价值评估的普遍误解，投资者们只看到了每股收益的增长，却没能看穿增长的方式。一旦市场开始对他们的表现做出正面反应，他们就可以在收购其他公司时提供自己已经被高估了的股票作为支付工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 A 公司由于一个新概念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获得了远高于市场行业平均水平的高估值，估值超过了100亿美元，但是净利润只有1亿美元，也就是说它的市盈率高达100倍。B 公司呢处于同一行业，但是因为长期的增长缓慢，虽然也有1个亿的税后净利润，但是总市值只有10亿美元。也就是说 A 公司如果现在想要收购 B 公司，只需要大概10亿美元，可以用部分现金加定向增发作为支付方式。一旦 A 公司成功收购 B 公司， A 公司的年度净利润将同比增长 100%， 于是市场反过来认为给 A 公司的高估值是合理的，100倍的市盈率绝对配得起它 100% 的年增率，于是市场会给 A 公司更高的估值。结果导致这些公司的高管都不搞开发，也不做管理，都出去谈收购了。收购多好，喝喝茶聊聊天，帮别人解决了钱的问题，还能提升业绩，继续讲故事。直到有一天，现实的市场终于无力承受预期的重负，虽然游戏还在继续，但是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支撑着市场繁荣信心的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收购的规模需要越来越大，不然就没有办法保持增长的势头。直到最后规模达到了一个临界值，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下跌的趋势进入到了自我强化的过程，收购对于每股收益的有利影响消失了，在迅猛的扩张期间被掩盖下来的内部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报告书中揭露出来了令人不快的信息，投资者们如梦初醒，融资公司经理们人人自危，一场萧条就此开始。这类公司的股价无一例外的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倒 V 型，最高时曾上涨数十倍的股价会在腰斩之后再腰斩。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身性的例子，也是索罗斯最擅长的赚钱方式之一。一个趋势在形成之后会自我强化，所有买入的人都赚钱了，从而有更多人认为买入是正确的，于是有更多人加入了买入的行列，推动价格进一步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主流偏向是一种赶潮流的倾向，自我加强的趋势持续的越久，偏向也就越强，直到转折点出现，此后股价又向相反方向启动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这张图是索罗斯给出的一张简化版的荣衰序列的过程，股票价格会拉动每股收益的增长，同时和基本面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股票价格的顶点往往会先于基本面的顶点，股票价格的下跌会对基本面造成重创。索罗斯在《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这本书中说，只有在趋势的末端，追寻趋势的人才会受伤。大多数时候，趋势是投资者的好朋友。如果市场因为大众的偏见采纳了与个体决策相悖的趋势，即便个体是理性的，那么基于基本分析所挖掘出来的信息价值也不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格雷厄姆在1929年大萧条后的投资失败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格雷厄姆可谓是防守型的价值投资大师，可是在1929年的股灾以后，他多次尝试抄底，并且是贷款抄底，最终到1932年时联合账户亏掉了 70%，
在这时，格雷厄姆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这其实也是很多价值投资者不知道的真相。即便是价值投资大师，盲目的坚持己见和趋势对抗，最终也很难全身而退。反观索罗斯的观点是，当发生羊群效应的时候，避免踩踏的最好办法就是跟随羊群，坚守自己所谓的特有的正确认识，而逆着羊群行驶，可能会被失去理性的羊群踩成肉酱。追随奔腾的羊群是避免受伤的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索罗斯作为趋势跟踪的大师，他的观点是在趋势刚刚形成的时候跟随羊群，即便羊群是错的，跟随羊群依然是最安全的方式。同时观察羊群，寻找系统的漏洞，在趋势逆转时反过来攻击羊群。索罗斯在2009年的时候说过，我看到正在形成泡沫，还是会冲上去买，火上浇油。这可不是脑子发昏和不理智。在2009年的时候，金价暴涨 40%， 第二年年初，索罗斯称黄金是终极资产泡沫。很多人认为索罗斯这么说就会看空黄金，可实际上在金价涨到每盎司1200美元时，索罗斯还在买进黄金。这也充分说明了索罗斯是一个趋势跟踪的高手。另外呢，这里补充一点，虽然刚才提到的集团企业的例子是偏负面的，但是反身性在很多时候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特斯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特斯拉的股价在早期一定是被高估的，而且如果特斯拉没有获得那么高的估值，它基本上肯定是活不下来的。这其实也变相的说明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静态的确定的内在价值，所有的所谓内在价值都是有偏见的，不然当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做空特斯拉。而特斯拉在过去10几年也的确没有辜负它的高估值，在高股价的助力下不断的提升其内在价值。所以我们也要辩证的去运用反身性。另外，索罗斯在书中也专门提到，在任何情况下，反身性模型都不能取代基本分析，它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基本分析所欠缺的成分。原则上这两种方法是可以调和的。基本分析试图确立潜在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中，而反身性理论则表明了股票价格如何影响潜在价值。一幅是静态的图景，另一幅是动态的。关于反身性应用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我在之后专门讲索罗斯经历的时候，会把他的操作和反身性理论结合起来解读，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反身性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应用。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吴一，我们下期再见。